各位朋友，大家好。关于西晋的历史，我们以前做过几期节目，聊过贾南风，也聊过一代其后杨宪荣。基本上西晋这段时间的历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而关于南北朝的历史，我们聊的就更多了。比如说，在锦绣南歌系列、鹤唳华亭系列、庆余年系列，基本上南北朝的南朝和北朝这几个朝代的历史，我们都讲了个遍。而夹在西晋和南北朝之间的东晋的这段历史，我们却很少涉及。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说东晋这段历史就是乏善可陈呢？还真的不是。东晋这段历史啊，其实也是非常的精彩。别的不说，就单从这段时间涌现出的那些后来脍炙人口的成语，比如说过江之鲫、投鞭断流、风声鹤唳、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东山再起、东房快婿、信口雌黄等等，简直是数不胜数。每个成语和典故的背后呢，都有一个精彩的人物和有趣的历史事件。所以呢，这段历史不可谓是不精彩。之所以以前很少提及呢，主要是由我们这个频道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呢，一般是跟随着电视剧，讲解电视剧的真实的历史背景，还原历史本貌，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在之前呢，并没有什么热播的历史剧描写东晋这段时期的，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谈。但是现在呢，终于这个机会来了。最新上映的这部剧叫《上阳赋》，它描写的就是东晋这段时间的历史。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东晋的历史，它是从何处来，最后又去向了何处。大家知道，西晋末年贾南风专权，最后导致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以后，王室衰微，最后导致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后来又经历了永嘉之乱，西晋的司马王室是伤亡殆尽。西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晋闵帝被杀于公元316年，这也就标示着西晋的灭亡。到了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大臣王导的辅佐下，在建康登基，建立了东晋。司马睿就是后来的晋元帝，他是东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到了公元的420年，东晋的大将刘裕篡晋，建立了宋，历史上被称为刘宋。这也就标示着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的开始。刘宋以后就是萧齐，就是大家看《鹤唳华亭》中萧道成建立的南齐王朝。再以后就是梁武帝萧衍建立的南梁，就是连续剧《琅琊榜》的历史背景。南梁以后就是南北朝中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创始人是陈霸先，最后一个皇帝就是大家熟悉的陈叔宝。再往后，隋朝统一天下，历史就进入了隋唐时期。这就是东晋王朝的简单历史。它是创建于公元317年，终于公元420年，100年多一点的时间，其中历经了10帝。东晋王朝啊，区别于其他一个朝代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门阀政治。简单的说，就是权力都是在几个大的门阀之间轮流执掌。而皇帝是没有什么太多权力的。东晋的10个皇帝基本上都没有掌握什么实权，而且有几个呀死的还比较奇特，光是被被子捂死的就有2个。这些呢，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聊。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呢，为什么说这部剧的历史背景是在东晋时期呢？不是说这部剧是历史架空的吗？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的历史架空其实是有实有虚，实的部分很明显就指向了东晋王朝。比如说在剧中出现的琅琊王氏执掌着朝政，而当时的皇帝是姓马，这就非常符合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那段历史时期。王指的就是琅琊王氏，而马呢指的是司马家。除了王氏家族以外，剧中还出现了桓氏家族、谢氏家族，这与东晋时期的4大家族王、谢、桓、虞也是非常相符的。那么具体是在东晋的哪个时期呢？因为这部剧最后提到萧齐最后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由此呢就可以推断这部剧所描写的历史时期应该是东晋末。时间有了，咱们再说说人物。剧中的琅琊王氏的家主王蔺，在历史上呢很像是东晋初年的宰相王导，就是王与马共天下这部民间谚语中的王的代表人物。但是王导是出现在东晋的初年，
而这部剧呢，反映的是东晋末年，所以呢，在这里呢，编导应该是做了一个时空的错位，把王导放到了东晋末年。至于王导的女儿，在历史上是没有什么确切记载的。王导的夫人呢，也不是什么公主，他的夫人呢姓曹，叫曹淑，是一个善妒的女人。所以剧中王导的女儿那位后来的豫章王妃，应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剧中的大男主萧齐，在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和他相对应。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这也是今天我要向大家重点介绍的人物。先说说为什么萧齐的历史原型是刘裕。首先，这部剧到了最后是要改朝换代的，萧齐最后是登上了皇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东晋以后的王朝就是刘宋，开国的皇帝就是刘裕。这个呢是从时间上来讲。另外，在剧中，萧齐是草根出身，凭借着军功一步步的晋升，最后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历史上的刘裕和萧齐的经历非常相同，刘裕也是从草根出身，凭借军功慢慢的爬上来的。再有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刘裕在历史上，在他被封为宋王之前，曾经被封为豫章郡王，而剧中的萧齐又被称为豫章王。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位刘裕，他是怎么从一个人嫌狗不待见的赌徒成长为一代君王的。刘裕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唯一的弟弟刘交的21代孙。这个呢，还真不是刘裕自己在吹牛，史书上确实是这样记载的。关于这个刘交呢，以前在谈到伯仲叔季这个中国古代儿子的排行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刘邦是兄弟4人，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老三就是刘邦，原名叫刘季，老四就是刘交。按照伯仲叔季的排法，刘邦呢应该叫刘叔，而刘交呢，应该叫刘季，因为刘交是最小的儿子。为什么最后刘邦成了刘季，变成了最小的儿子呢？是因为刘交与他的3个哥哥并不是一个母亲所生，所以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虽然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刘邦对刘交也是非常的不错。刘邦取得政权以后，封刘交为楚王，虽然是贵为西汉王室后裔，但是到了刘裕这一代啊，境况就非常的惨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毕竟是沧海桑田，从刘交到刘裕期间已经跨越了400多年的历史，昔日的皇族也已经变成了昨日黄花。刘裕的父亲只是当地县里的一个公曹，所谓的公曹呢，就是县长秘书，属于那种比较低级的吏。虽说也算是个公务员，但是呢，只能是维持温饱。刘裕的母亲在生下刘裕的第2天就去世了，死于生产过程中引发的疾病。所以啊，刘裕的父亲刘翘就非常不喜欢，甚至是有点仇视这个新生的婴儿，因为他觉得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把他的母亲磕死了，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给他的家庭带来厄运。再加上刘裕的母亲去世以后，刘裕呢就没有奶吃，而且刘翘的家庭经济状况呢又不允许他去请乳娘，当时呢也没有什么奶粉，连3鹿牌的都没有。所以刘翘呢当时就想把这个孩子呀摔死，就不要了。这时候呢，一位英雄的母亲就出现了，这个人呢就是刘裕的母亲的妹妹。当时她也是刚生了一个小男孩，叫刘怀敬，还在哺乳期。这位刘裕的姨母就把刘裕抱回了自己的家里，而且是断了他亲生儿子刘怀敬的奶，而只给刘裕喂奶。据史书记载，刘裕成年以后是身高7尺6寸，风骨奇伟。7尺6寸，按我们现在的尺寸来说，就是1.83米。可以说刘裕是长得又高又壮。而他的那位表哥刘怀敬，据史书记载却是色讷无才能，而且啊还有点轻度的弱智，可能啊是当初他被强行断奶的时候被气的。刘裕登上皇位以后，对他的这个表兄刘怀敬是非常的好，他让刘怀敬做了太守，做了尚书。因为刘怀敬本人没什么才能，所以呢，很多官员都到刘裕那里去说刘怀敬德不配位，水平太差。但是刘裕在这方面却是非常的强硬，他对那些大臣说我让刘怀敬做这样的高官，就是为了报当年之恩。
如果你们哪位觉得不满，那么你们可以去找我死去的姨母去问问她同意不同意。刘裕有个小名叫季奴，大家记得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词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中有这样几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季奴曾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中的季奴就是刘裕的小名儿。为什么叫季奴？就是因为刘裕曾经寄养在他姨母家一段时间。说起这小名儿啊，熟悉这个频道的朋友可能知道，这时候我可能又要跑题了。中国古代呢，似乎是从秦汉开始就开始给自己的孩子起小名，因为一般要到3个月以后才要举行一个取名的仪式，然后给孩子冠以大名。所以呢，小名呢就显得特别的必要。古代人取大名呢是有很多的讲究，而且呢还要举行一些仪式，所以呢比较麻烦。一些穷苦人家呢不愿意花这钱，不愿意找这些麻烦呢，孩子呢就没有什么大名。只有一些富裕人家或者士大夫阶层才给孩子取一个大名。但是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显贵，在给孩子取小名的时候啊，他们都是愿意取一个比较卑贱的名字。据说呀，取了这样的名字呢，孩子呢比较容易养活，而且呢，有了这样的所谓的贱名，那些妖魔鬼怪就不会来抓孩子，把孩子带走。因为毕竟在中国古代啊，儿童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取一个贱名作为小名，也是父母的一种逆向思维，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保佑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现在中国农村呢，还保留着这一风俗，给孩子起小名也愿意起一个比较卑贱的，比如说什么铁蛋儿啊、狗剩啊之类的。中国古人起的小名呢，比这还要卑贱得多。比如说司马相如的小名叫犬子，大政治家王安石的小名叫欢郎。虽然说司马相如跟王安石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呢，二者从小名上来看，都属于犬科动物。在魏晋南北朝以及后面的隋唐时期呢，父母还经常用奴字作为孩子的小名。比如说唐高宗李治的小名叫智奴，唐末权相李林甫的小名叫歌奴，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献之的小名叫官奴，甚至是到了宋辽时期，辽国皇帝耶律隆绪的小名叫文殊奴。这个奴字到了现代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小名了，而变成了一种身份认证标志。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房奴、卡奴、猫奴、狗奴等等。这个起小名的时候啊，还应该非常的小心，不是说越贱越好，至贱则无敌。在历史上啊，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小名起得不好，最后招致了杀身之祸。这个人呢，就是唐朝贞观年间的一位将军，他叫李君羡。说是在贞观26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太白骤见的这样一个天文现象。在上一集中，我们曾经提到了，在玄武门兵变之前出现的太白惊天的天文现象。过了26年，这个天文现象又回来了。当时的太史令就跟李世民说，太白骤现的这种情况就预示着女主昌。而且啊，在之前民间就有谣言说，当有女武王者来终结李氏大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知道以后，心里头就非常的忐忑，他想要找出这个女武王者到底是谁，尽早除之，以绝后患。那时候武则天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才人，而且呢又不得宠。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把眼光放在他的身上。有一次啊，李世民和他手下的大臣们一起欢宴饮酒，酒兴正浓的时候，有人提议玩酒令，说谁要是输了，谁就要说出自己的小名。后来轮到将军李君羡的时候呢，李君羡就报出了自己的小名，他的小名居然叫舞娘。其实啊，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刚才说了，古人呢经常起一些卑贱的小名，而在中国古代呢，男尊女卑，因此呢，有些男人呢就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作为小名。李君羡一报出自己这个舞娘的小名，马上是哄堂大笑，大家都难以想象，这么一个满脸虬髯的一个壮汉子，居然取了一个这样一个女性化的名字。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哈哈大笑。突然电光火石间，唐太宗李世民注意到了他的名字中的武字，由此李世民脑洞大开，想到了李君羡他是武陵县人，他现在是玄武门的守将，现在在朝中担任的是左武卫将军。这么多个武字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呢？而且玄武门是李世民心中永远的那根刺，李君羡居然是玄武门的守将，这更加的刺痛了李世民这根敏感的神经。虽然说李君羡是男的，但是呢，他又偏偏起了一个女性的武名，是不是由此就暗合女主武王者呢？综合种种疑点，李世民觉得李君羡这个人绝不能再用，于是呢，他就找个理由把李君羡调出了京城，到外地做了一个刺史。后来又以李君羡私通妖人这个理由把李君羡处斩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小名惹的祸呀。后来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李君羡的家人呢就向武则天喊冤，说李君羡当初是为武则天而死，所以呢，希望武则天能够恢复李君羡的爵位，为李君羡平反。武则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啊，因为这个故事正好暗合了他是天命所受之君主，所以呢，武则天就给李君羡平反，让他的后人能够承袭他的爵位。这件事情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有记载，虽然是出自正史，但我个人呢还是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我认为这很可能都是武则天当政以后搞出来的故事，就是为了证明武则天篡位的合法性，是天意，是君权神授。好的，跑题回来，咱们继续说说刘裕。刘裕的父亲刘翘后来又娶了一位继室夫人，叫萧文寿，这是一个好女人。她劝刘翘把刘裕从姨母家接了回来，自己亲自抚养。没过几年，刘翘病故，萧文寿呢没有再改嫁，他就独自抚养着这3个孩子，生活可想而知的艰苦。萧文寿虽然是刘裕的继母，但是对刘裕呢可以说是视如己出，甚至比对他自己2个亲生儿子还要好。后来刘裕在得到皇位以后呢，对萧文寿也是非常的孝敬，他尊他的继母为皇太后。即使到了刘裕晚年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年届60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每天早晨都要去向他的继母去请安。萧文寿去世的时候是81岁，是在刘裕驾崩的1年以后他才去世的。萧文寿的后半生可以说是尊崇无比，这可以说是他当年善待刘裕的回报。而且呀，从萧文寿和刘裕的姨母这2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刘裕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说到继母这个话题啊，我又要稍微的溜达一下，不过这次不会跑太远，咱们就说说琅琊王氏在东汉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叫王祥。这个人呢，可以说是琅琊王氏的奠基者。虽然说琅琊王氏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汉时期的王吉，以及秦朝的大将王翦，但是要说真正的奠定了琅琊王氏的地位，应该说是从这位王祥开始。王祥也有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呢姓朱。这个继母对王祥好不好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错，他怕王祥吃的食物太单调，没有什么营养，所以呢，他就在王祥吃的饭里头下毒。他又担心王祥平时不运动，所以呢，他就把家里的大骡子大马都收起来，家里的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这个王祥干，而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王弥出手。虽然说这个朱氏对王祥是如此的关照，王祥能活下来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但是王祥长大以后对这位继母却是异常的孝敬。说有一天呀，这位朱氏夫人生病了，特别想吃鲤鱼。王祥至孝，一定要满足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可是当时天寒地冻，也没处去买鱼，王祥决定就自己亲自去钓。其实冬天也可以钓鱼，大家都知道冬钓就是在冰上啊凿个窟窿，然后把鱼线放进去，就这样等着，一会儿鱼就上钩了。这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但是王祥不知道是毒药没吃饱饿了，还是活干得太多累的，脑子似乎不是非常好使。他采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去钓鱼。
什么方式呢？这种方式呢，历史上有个典故叫卧冰求鲤，就是王祥脱光了上衣，然后趴在冰面上，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坚冰，然后呢再能去抓2条鱼。幸亏王祥的这种冬钓的方式呢，在以后就绝迹了。要不然的话，现在如果很多冬钓爱好者都用这种方式去钓鱼的话，那冬钓的爱好者聚会就会变成温哥华的天体浴场了。王祥的这个行为，据说在当时是感动了上天，所以呢，就有2条有严重自杀倾向的鲤鱼跃出了冰面。这2条鲤鱼还都是有名有姓，一条姓清名征，一条姓唐名簇。王祥收获的可远远不止这2条鲤鱼，他的这一行为后来被收入了24孝，他自己也被称为了孝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典故在冠冕堂皇之下有很多的不合理？首先呢，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以德服德。什么意思呢？就是曾经有一个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我以德报怨可乎？就是别人对我特别不好，我却对别人特别好，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呢？孔子说，那你又用什么来报答别人对你的恩德呢？最后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以德服德，就是要用自己的正直品行来回应别人对你的不好，不要以恶抗恶。而对于别人与你的恩德呢，要同样以恩德报之。像刘裕的继母萧文寿对刘裕是非常的好，视若己出。那么刘裕当政以后对萧文寿尽孝，这也算是情理之中，大家至少不会觉得很突兀。而王祥的继母曾经屡次3番的想要置王祥于死地，王祥却用这样的行为回报，是不是就让人觉得有点不合常理？那么王祥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孝心呢？其实啊，如果了解东汉时期的朝廷的用人制度，我们就可以大致猜出王祥此举的背后动机。在东汉时期，官员的任用是采用举孝廉制，还有9品中正制。所谓举孝廉呢，就是在中央设立了一个大中正，各地州府呢又各设小中正。这些小中正的工作职责就是每年要向中央政府推荐自己属地内的孝廉之士。当时的人们都相信孝是做人之本，而廉是为官之方，只有孝廉之人才可以做官。经过中正推荐的孝廉，然后呢还要经过一些考试，这些考试呢主要是针对你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而进行的职业考核。比如说你擅长于军事，那么呢可能就考你兵书战策，将来呢就把你分配到兵部，去带兵打仗。或者说你擅长经史子集，那么也考你经典子集用典等等，然后安排你做文官的工作。或者说你就擅长吹牛，那可能呢就考你一些畜牧常识，最后呢让你从事一些畜牧业的工作。再或者说，比如说你就喜欢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样的人才呢可能一时不好安排。不过放眼望去呢，也有一个位置呢比较适合你，虽然说远了点，在哪儿呢？在美国。那里的美国总统一职即将出现空缺，谁将继任？目前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所以，如果你不嫌这个官小的话，不妨一试，也算是人尽其才。当然了，年薪还是$1。这里呢，我要声明一点，我刚才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玩笑，只是想让那些对这次大选的结果异常关注的朋友们轻松一点，和政治立场无关。相信现在大家就不难理解王祥为什么这么做了，他是为了给自己挣一个孝子的名望，而这个名望就是他将来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在那个时期啊，这样做的不仅仅是王祥，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袁绍，他就曾经为父母守孝6年，一般来说呢是指服孝3年。而袁绍在为他的母亲服了3年孝以后，又为很早以前去世的父亲再服了3年孝，总共6年。关于守孝啊，在以前的节目中我跟大家聊过，这绝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有很多事情在守孝期间是不能做的，会大大影响你的生活。袁绍能够守孝6年也是殊为难得，因此呢，他也获得了一个孝子的名望。而这个名望也为他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袁绍的母亲以前是袁府的奴婢，
所以呢，他只是奴婢之子，是庶子。而他最后的声望和追随者远远超过了他父亲的嫡子袁术。不能不说，他这6年的付出还是有很大的回报的。在历史上，把他这6年叫做养望，就是滋养、积累自己的声望。咱们再回来说这位王祥，他在做卧冰求鲤这个行为的时候，周围肯定是有人的。他并不是在一个没人知道的河边这么做的，而且周围的人还是越多越好。当然了，周围人很多的时候，鱼会不会被吓跑，这点呢并不重要。可以想象啊，他一定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走到河中心，然后脱掉了上衣，趴在了冰面上。对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周围的人肯定会过来会问他：您这是在冰场上玩碰瓷儿，等着冰车来撞你呢，还是冬奥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竞赛项目，比比谁先被冻死？您到底是在干什么？那王祥肯定会回答：我继母生病，想吃鲤鱼，我现在是在卧鲤求冰啊，不对，是卧冰求鲤。哎呀，这个冰面实在是太冷，冻得我话都不会说了。由此，他的这个校名才能传播开去。再后来，王祥真的被推荐做了官，而且因为他的这个好名声，他的官路是一帆风顺。虽然说为官多年，并没有为国为民做过什么突出的政绩，但是到最后也是未治3功，为琅琊王氏以后几百年的昌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啊，大家现在应该能够看出来，所谓的卧冰求鲤不过就是一场秀，和我以前讲过的李世民和魏征的那场秀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场秀是李世民跟魏征2大影星联袂出演，而王祥的这场秀呢，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角兽。咱们再回来继续说刘裕。萧文寿辛辛苦苦地抚育刘裕和他的2个弟弟长大，等到刘裕长大成人以后，萧文寿又为刘裕做了一件对他终身有益的事情，就是为他娶了一个女人作为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的名字叫臧爱卿。臧爱卿无疑是刘裕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她视刘裕为自己生命的全部，为刘裕赡养老人、照顾弟弟、操持家务，开心着她丈夫的开心，悲哀着她丈夫的悲哀。虽然生活困苦，而且不时还要忍受邻居的讥讽，说刘裕没有能力养活全家，但是呢，臧爱卿依然是无怨无悔，用她的柔情和胸怀抚慰着刘裕孤独的豪情和那个放纵的野性。那时候刘裕差不多20多岁，20多岁可以说是男人一生中最暗淡的时光，要什么没什么。而20多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却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光。所以啊，奉劝各位男士，要珍惜自己身边的女人，她们是用自己最美丽的时光来陪你度过那一段最苦闷的日子。这些道理刘裕未必懂，但是呢，他确实做到了。在他后来发迹以后，他被封为了豫章王，而臧爱卿也就自然成为了豫章王妃。一直等到他登基以后，这时候臧爱卿已经去世，刘裕就把皇后的这顶桂冠永远的留给了自己的发妻，他一生再没有立后。在那段最困苦的日子，刘裕也是想尽办法的为家里的生计奔忙。他曾经做过挑夫，也曾经卖过草鞋。这个手艺，我想应该是从他的先祖刘备那里传过来的。但是呢，这些工作都不足以让刘裕的家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刘裕最后无奈之下走上了一条路，就是赌博。所以啊，人们经常说人有钱了就容易堕落。其实呢，穷人可能比富人更容易堕落，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刘裕是越赌越大，欠的钱也是越来越多，最终是走上了所有赌徒的必由之路。在1000年后，中国历史上也出了一个有名的赌徒，他叫魏忠贤。但是魏忠贤跟刘裕还是不一样，刘裕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能过上好的生活，所以他去赌，而魏忠贤却是为了让自己过上快乐的生活而去赌。不同的目的就导致了在他们钱赌输了以后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魏忠贤赌输了以后，他弃妻卖女，偿还赌债，而刘裕呢，他在输了以后是宁愿挨打，也绝不连累家人。刘裕曾经欠了当地的豪强一个叫刁魁的人3万钱的赌债，
他宁愿被刁魁绑在马鞍子上一顿毒打，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他也不愿意卖掉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去抵债。魏忠贤最后发迹了，成了9900岁；刘裕最后也发迹了，成了万岁。虽然只有100岁之差，但却是天壤之别，因为一个已经成魔，一个仍然是人。顺便说一下，就在刘裕被刁魁绑在马鞍上，被打得七荤八素、特别抽象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出面为刘裕偿还了赌债，救下了刘裕的一条命。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出身于琅琊王氏，他的名字叫王密。王密有识人之能，他非常的赏识刘裕，认为刘裕将来必成大事。在救下了刘裕以后，王密也给刘裕指了一条明路，说以你的性格，你应该去当兵。于是刘裕就听从了王密的建议，告别了自己的妻儿，去战场效力，从此也就走上了属于他的那条逆袭之路。那么刘裕又是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变成了豫章郡王宋王，以至于最后的宋武帝？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说到这里，咱们以后再接着聊。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